好，再回到環球大戰線的節目現場。那最近科技圈跟資本圈可以說是有一個話題炸鍋了。過去大家有聽過一個鐵律，就是消費電子呢，早買早享受，晚買享折扣。但是現在這個律法感覺要變了，到2026年的今天你晚買更貴，好不好？這個鐵律為什麼會變呢？就是發生在現在的記憶體之亂。我們來看到用戶滿天下的蘋果 Apple， 它這兩天是無預警的呢，把公司很多的產品線全部都漲價了，而且漲幅還不少隨便看一下售價的調整，包括 iPad 都漲個要大概3000到4000元，那筆電的 Mac 更是大概有7000甚至到15000你是越是高階呢，漲得越多。反正然後包含這樣是這個 iMac 啦、HomePad， 反正就是從個人端到這個居家用的，所有都給你漲價，就差沒有手機了。大家都很害怕這個 iPhone 18系列會不會也跟上這個漲價的列車，這個我們要持續觀察。但是在保持這個蘋果尊爵不凡的人設的同時蘋果怎麼做？他把這些漲價的成本都轉嫁給消費者了，把消費者的荷包都震碎了。這背後的底層邏輯並不是蘋果死要錢而其實是被現在整個記憶體因為受到了 AI 整個大發展，供需已經失衡的這個記憶體之亂，而硬是要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委員，這一波蘋果的漲價潮，那之後這個我們知道 iPhone 要出新的嘛，會不會折疊機要漲到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 iPhone 也很有可能漲價。那如果明年要換折疊機，你還會想換機嗎？对，我想這分兩個問題來講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蘋果的這些電子商品的漲價，當然最主要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是因為晶片的價格暴漲。對，那麼為什麼晶片的價格暴漲呢？因為做晶片的這些生產商他都把他的這個生產線轉到這個相關的 AI 的算力中心的這個所需要的晶片的生產上，因為那個價格更高，獲利更好。對，所以呢，傳統的這個像手機的這個晶片，包含像記憶體的晶片，大家恐怕就沒有這麼的有興趣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所謂的供需關係的改變嘛。那麼因此，當然這個記憶體的價格就飛漲。那更不要講說，因為最近的這個算力中心在做這個相關的配置的時候，那麼記憶體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大概所以從去年底開始吧，全球的記憶體，特別是我們叫做 HBM 就是這個高頻寬記憶體的價格就是暴漲的。全世界生產高頻寬記憶體的3家公司都賺得盆滿缽滿的，就是這個韓國的 Samsung 對，跟這個海力士然後美國的美光嘛。那麼，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說手機製造商他要得到這個符合他期待價格的這個記憶體的晶片，當然是很困難的。那麼，蘋果長期以來就是很習慣的把價格轉嫁給這個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蘋果向來是幹這種事因為他覺得蘋果的這些使用者長期以來被 iOS 系統綁架嘛，所以你離開了我蘋果，你也去不了別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要講到像折疊機的話，我覺得這個就未必的問題了因為目前為止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折疊機，其實都有螢幕這個折痕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就除非今天蘋果的折疊機真的能夠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那麼當然對於很多想要追求新鮮的朋友來說，他可能會去選擇折疊機。但是如果你問我，就如果今天螢幕折損的這個問題沒有辦法解決那麼我要換折疊機的意願並不高，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接下來蘋果馬上會面臨2個重要的考驗。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Mac， 對啊，漲那麼多。各位知道就是黃仁勳在今年的這個 Computex 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就是未來要打造所謂的 AI 電腦。對，各位可能會說，現在的電腦就有 AI 不一樣。現在的電腦是你下載了 AI 的模型跟工具，所謂的 AI 電腦是從一開始的設計就是以 AI 為主了。這個電腦打開來，它就是一個 AI 的這個代理人，一個 AI 的這個助理在這裡了。一旦這個生產線成型那麼接下來所有蘋果的這個 Mac 的這個當時的這個設計跟這個規劃，恐怕都會被顛覆。第二個更恐怖的來了就是 OpenAI 最近積極的挖了蘋果好多設計手機的重要工程師。OpenAI 準備在2年內生產出來一支 AI 手機。所謂的 AI 手機是什麼呢？ Google 的工程師針對這個新聞，他做了一個評論。他說，如果有一天 AI 手機真的成功了，那麼我們從2000年開始花了26年，用了幾百萬個 APP 打造的網絡世界，都會被一個螢幕給收掉了。所以未來的 AI 手機沒有 APP 了，你就直接跟他講話，他就會把你要做的事情做給你看，然後 demo 給你看，
然後就會完成你所有的任務。所以如果今天 AI 電腦跟 AI 手機這條路真的走通了，那麼我認為對蘋果的產品來說，恐怕就是另外一個重大的考驗了。好，這一次蘋果漲價呢，其實也是反映了這個整個 AI 大時代下的一個縮影。但是華盛頓呢，天天在喊着我們要去中國化，我們要建立一個乾淨的供應鏈。結果自家一轉頭，自家這個科技大廠蘋果馬上就因為記憶體之亂受不了了，漲價。而且現在還游說白宮說，可不可以放行一下中國的記憶體大廠長興這個存儲的內存啊，看可不可以供貨給我，這樣我才能把這個價格壓下來，然後美國的通膨才不會更嚴重嘛。所以驀然回首才發現，哦，原來大家擋的這麼久的東西，在這種時候反而可以扮演這個蘋果的救世主，會不會是這樣一個情況？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的記憶體產能足，還有性價比很高。雖然它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到像我們剛剛委員講的，三星、SK 海力士還有美光所做的那樣的 HBM 更高階的一個記憶體，但是那個主要是供貨給 AI 伺服器。如果中國長興存儲做來給車用，做來給手機用，這些消費端綽綽有餘了，而且又便宜、量大管飽，那你蘋果幹嘛？当然是想要啊。那這也無疑戳破了美國科技脫鈎的一個幻想。所以全球的消費者如果想要價格平穩、產能充足的電子產品，歷史哥，你覺得是不是還是沒有辦法脫離紅色供應鏈？講到這個就是記憶體的這個價格，我昨天才就下單了2個，剛好看到有特價，就趕快買了一個6TB 的這個 HDD， 再加上一個 SSD 2T 的。但其實真的是非常貴了，比起之前啊，比起之前因為我們自己做自媒體公司嘛，然後我們大量的內容生產，所以 HDD 其實一直都很需求量的，它就是傳統硬碟，你要堆对剛需。然後這個出門在外的話，因為傳輸速度的關係，你晚上要過檔什麼 ，SSD 也很重要，所以就發現真的是被這個 AI 給害的這個不輕啊！這個荷包縮水挺多的。那我想現在這個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其實不管是 HDD 或 SSD， 全球都是統一價格。那為什麼呢？因為全球的需求都非常巨大，而產量產能確實是有限。而在大陸這邊呢，它有相對成熟的製程，而且我們要問哦 ，HDD 跟 SSD 其實是非常成熟的產品，它根本就像剛才這個大千委員所說到，那個是高端的產品，對 ，HBM 是高端，對，它必須往下擠壓嘛，它事實上大家就退而求其次，甚至把架構給改了，就是為了說，因為我現在沒有，我現在即使就要出 token， 但是我要 token， 我一定要有記憶啊。所以它就形成一種互相擠壓的狀況。誰能想得到，在這個時候 HDD 還可以長成這個樣子啊？是。那這個就是一個關鍵問題。也就是說，雖然我們講算力的終端是電力，但是呢，算力的另外一個剛需是記憶力。所以現在這個關鍵，而記憶力的生產，全球最大生產力在哪裡？其實是在中國大陸，主要是成熟產制品，而且它從成熟產制品一直不斷的在往這個高端產品的方向在走。其實長興存儲已經這個除了它在大陸的需求，它不斷在擴產線之外，它事實上也一直在往上游在推進嘛，因為上游廠商也做不出來這麼多的量，所以因此你剛才提到一個關鍵了，所謂紅色供應鏈其實就是說能不能夠在供應鏈上去中化，因為這個牽涉到現在中美這個對決的態勢核心，因為美國現在很多的智庫在出具一個討論，就是說現在對於中國之間，尤其是鷹派的思考，它是屬於技術。然後科技研發，它是一個全面總體戰的一個部分，所以他們主張了還是要全面脫鈎。但是不管這些智庫再怎麼喊，為什麼 Trump 的做法是，那我今年要跟習近平見4次？這就是一個矛盾點嘛，這就是溫差。因為這些人只有指標，沒有實務操作內容，根本脫離不了。那實務操作內容就是，你不管是在這個算法算力上面的優化，或者是在硬體上面的一個需求，它都是非常緊俏的。而硬體上面的需求，你還是需要一個非常完整的產業鏈跟大量的生產線的產生。所以現在對於大陸的整個這些廠商的需求量，長興存儲為什麼這幾年它可以擴產那麼多？因為本來它做的其實是很下游，它的所謂的利潤是相對很低的。可是因為量大管飽嘛，那自然而然量變就產生質變。所以要脫離紅色供應鏈，不僅不可能，而且還會加深綁定。因為 AI 的這個需求是完全是未來這個目標。那最後講一點點的一個狀況。現在狀況是美方這邊呢，它出現一個問題是，它在前部做得很好，但問題是它沒有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來反饋給它的這個不斷在修正，所以它的一線操作實務方面，它還是要仰賴大量的中國廠商。而中國這邊的這個廠商呢，中國大陸的廠商，它優勢是什麼？它有整個這個產業鏈，而且它有實用應用的部分，也就是應用科學其實才是主導這一輪科技推進的一個最前沿。因此啊，我們可以看到，接下來對於這個中國大陸的產品的需求，也會因為這樣子，在這個迭代的問題呢，對大陸的產品的需求反而還會再更多更增加，而且掛鈎的更深。
好，我們看到記憶體只是一個縮影哦，而且美中企業的這個黑名單攻防戰，其實也已經進入到一個拳拳到肉、精準肉搏的階段。什麼事情？6月初的時候，美國才剛剛氣勢洶洶的對包括了阿里巴巴、包括了比亞迪、百度在內等一票的中国企業被列入所謂的中國軍事企業的清單。但中國商務部也沒有示弱哦，馬上在端午連假的時候反擊拳就來了。連假一回來就是一記重拳，一口氣把10間的美國實體這個企業列入了出口管制的清单，封殺了你這個两用物項的出口。那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這一招打的可以說是極其的刁鑽啊。我們剛剛說，像美國這樣的科技業，包括蘋果，一個記憶體之亂就已經讓你的價格壓不下去了，然後要被消費者這樣開始唾罵了。那中國商務部此刻出手，美國已經因為地緣政治而極度吃緊了更多的供應鏈的掌控力哦，會造成多大的窒息感？艦長，我們來看啊。其實之前，也就是我們講到6月8號的時候，對於百度、阿里巴巴以及比亞迪開始進行管制的時候，對，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商務部就直接就提出了會提出這個堅決有力的一個反制措施，6月22就寄出了，6月8號到6月22號2個禮拜時間。那這2個禮拜時間，一共管控10家廠商。這10家廠商啊，我們大家好像就這樣子順着看過去。但是如果深挖裡面啊，那不只是極其刁鑽，而且拳拳到肉啊。為什麼我們講到拳拳到肉？第一個，有一個叫做 L3 Harris， 那也提供了台灣，例如說，海鯤艦的這一個潛望鏡，就是這家公司做的。那他之前還講說，他的潛望鏡先借給了海鯤艦。那這個是我們講到說，第一個管制它。那這個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但是呢，它後面還有一個艾維奧克森。那大家看這個公司好像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但是它其實最重要的產品，也就是第一個就是無刷的直流馬達，第二個也就是有刷跟直流無刷的這個馬達的這一個控制單元。那這一個控制單元呢，控制什麼？無人機呀、所以也就直接打到無人機。那另外還有一家就是 IMSAR 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到底做什麼？我們如果不是看這2張圖，我們還真不知道它其實做的也就是垂直起降的 MQ-35的這一種那個無人機。另外這一個是什麼？這一個也就是他在研究各種的這個飛機的夾艙啊。那現在這也就是我們如果來爬梳它裡面的內容的話，我們來看之前也就是管制稀土而已。那現在呢，不但管制你的稀土來源，還進一步的管制產品，也就是讓你美國慢慢的，我們未來就會看到現在是 F-35，它所出口給盟友的或者他自己空軍用的，已經沒有 APG-85的這個天線了。為什麼？因為稀土的關係。那未來這個情況只會雪上加霜。了解。好，休息一下，我們待會再回到更多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